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在使用了聪明金钱概念、价格行为、图表模式和订单块之后，您是否仍然赔钱，并且找不到原因？那么您就不知道诱惑和流动性背后的秘密。流动性和诱惑是聪明金钱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您在进行任何交易之前必须掌握它们。在本集中，我们将揭示诱惑和流动性陷阱背后的秘密。同时，我们还将向您展示如何避免陷入大户一直为您准备的流动性和诱惑陷阱。好，让我们开始。什么是诱惑？诱惑发生在市场中的特定点或区域。交易者根据中央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使用的分析和交易系统，让散户交易者落入陷阱，让他们认为现在是正确的交易时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诱惑？大多数的时候，诱惑出现在这些特定点和区域，那就是订单块、支撑位和阻力位、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以及趋势线。所以，让我们从订单块开始。因为你们知道，订单块是非常重要的优化供需区域，当价格达到它们时，可能会改变其方向。订单块包括许多买入和卖出订单，所以订单块是一个诱惑水平，交易者被诱导进入市场，并在其买入或卖出订单。正如您在这里所看到的，价格打破了最近的市场结构，并出现看涨订单块，交易者希望通过设置买入订单来持有多头，因为这是一个诱惑交易者进入市场的区域。其明显的价格并不尊重这个看涨订单块，所以这个订单块无效。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将其称为诱惑区。我们有另一个稍微低一点的订单块，您可以看到价格不尊重此订单块，因此它无效。它也像第一个订单一样是诱惑区。请务必观看此视频直到最后，因为我将向您展示哪个订单块是有效且可以安全交易的，以及哪个订单块是诱惑区，您必须避免它们。第二个经常发生诱惑区域是支持和阻力位。如您所知，所有交易者都将支持和阻力位视为价格将改变其方向的水平，或每次价格回到它们时都会反弹。因此，许多交易者总是在这些区域被诱导进入市场。例如，我们有一个主要的支撑区域，价格多次被拒绝，因此每次价格回到该区域时，交易者都会被诱惑进入市场，希望价格推向他们设定的上行方向，从而在该区域下订单，并最终获得诱惑进入市场。但正如您所看到的，价格在上涨之前下跌，并通过这个长影线触及在支撑位上的止损点，触及买家后，价格迅速开始上涨。所以这是一个诱惑区。这种情况通常是做市商设计的。第三，波段低点和高点是图表上可能充当诱惑的点。正如您所知，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是价格最近触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特别是在日图等较高时间范围内，这些点更为重要，并且价格更倾向于尊重。因此，交易者总是会在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进入市场。例如，在澳元日元4小时图中，我们将此波动高点作为价格最近触及的最高点，而这一点为波段低点。大多数零售交易者将他们的买卖订单放置在摆段低点和高点，并且价格将大幅波动当到达它们时。正如你所看到的，价格在这些区域出现假突破，并触及买家和卖家的止损，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诱惑区。第四项，趋势线。趋势线是经常充当诱惑的，在枢轴高点或枢轴低点下方画的一条线，以显示价格的主要方向趋势。这是视觉表现的支撑和阻力位。大多数零售交易者将趋势线视为可能的入场点，并在价格突破或达到时被引入市场。例如，这里有一条市场趋势线，价格5次触及该趋势线，因此散户交易者会在第3、4、5次触及趋势线受到诱惑，并在这价格之后采取空头进场。如果价格突破趋势线，散户会寻找多头进场，因为价格突破了趋势线，他们认为现在是下订单进入市场的好时机。这种情况在市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交易者总是看到价格图表上的某些东西，他们根据他们的分析而执行交易计划，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是建仓的最佳时机。现在我们知道了诱惑的基础知识，让我们继续讨论流动性。流动性的确实定义是什么？流动性简单的说，就是金钱或大量的订单。市场总是需要扫荡流动性来获得动力。换句话说，流动性是必要的燃料给市场动态。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流动性？流动性是图表上的一个区域，其中有大量资金正在休息，
例如止损和买入或卖出订单，因为当有人被止损时，资金就会被市场夺走。所以这是中央银行或大型金融机构设计的场景，他们是人为的操纵市场，让交易者相信他们知道价格行为发生了什么。基本上大多数时候，这些人都是错的，他们陷入了陷阱，最后他们失去了资本。因此，如果我们想在金融市场中作为盈利的交易者生存，并防止巨大损失，我们必须能够正确识别图表上的流动性区域。我们已经可以找到低于相等波段低点和高于相等波段高点的流动性，或高于或低于趋势线或通道，低于或高于订单块。现在我们知道了流动性和诱惑的基础。那么，流动性和诱惑之间有什么区别？流动性不会将交易者带入市场，而是将他们带出市场。但诱惑会迫使交易者进入市场，并最终陷入大户已经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我们已经讨论诱惑和流动性，现在是重要信息。下面我要向您展示如何在您的交易计划中使用诱惑和流动性来避免被做市商困住，并减少您的潜在损失。所以这里我们有模拟价格变动的示意图，如您所见，我们的下降趋势价格缓解了该区域的压力，反转至向下。您可以看到价格被推向下行，且无法打破近期结构。在获得足够的动力后，价格也会出现小幅回调，价格会被推向下行，并造成结构破坏。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未缓解的区域，潜在的价格可能会因此逆转。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未缓解的区域，这是由最近的结构破坏创建的。因此，大多数聪明金钱概念交易者、信息通信技术交易者和零售交易者都感到困惑。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哪个区域交易更安全。正如我们之前解释过，诱惑的位置是由聪明资金概念交易者设计的，例如中央银行或大型金融机构欺骗或诱惑散户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最终为其建立更多流动性。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区域是一个诱惑水平，因为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价格试图向上缓解上个区域，但在到达该区域之前迅速下跌，并打破了近期的下行结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做市商会诱导一些聪明金钱概念交易者和零售交易者进入市场，并在这区进场做空和缓解这一个诱惑区域。但是，您可以看到价格上涨并触及诱惑区，并在该区域展示了一些回调反应。所以，这种反应让大多数交易者兴奋，并让他们相信该价格将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这种回调反应也会导致许多的价格行动交易者进入市场做空和止损位放在双顶之上。现在，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由做市商设计的这种情况已经在我们的第一个未缓解区域下方产生了大量流动性。所以你们都知道，市场总是靠扫流动性来获得动力。所以这里价格回到我们的第一个未缓解区域，席卷了流动性，并继续其主要方向，在这时继续向下。所以这是一个简化的场景，展示了做市商和央行如何操纵市场，使零售交易者陷入陷阱，将他们赶出市场，并夺走他们的资金。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主题，我将解释另一个示意图。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有另一个下降趋势。这里的价格已经创造了低点，在回调价格下跌并出现结构破坏。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里有个未缓解的区域，下面还有个双顶。我们知道这个双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流动性区域，位于同样的高点，价格最终将会回到这，因为大量的流动性聚集在这里，以缓解这个订单块。双顶也充当了阻力位，散户交易者通过做空进入市场，并预计价格会继续向下推低。我们预计价格会席卷流动性高于同等高点，但我们看到价格并没有席卷流动性，并在通过发生这种情况缓解该区域后继续向下。大多数交易者会感到困惑，并问为什么价格不扫除位于相同高点的流动性的问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价格会怎样走，也不知道价格何时会回来并席卷市场上的流动性。这可能需要1个小时或1个月的时间。但价格肯定会席卷剩余的流动性。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在流动性高于该区域的区域进行交易，因为未来的价格肯定会在流动性区出现。所以大家让我们继续。你可以看到，到达这个区域后，价格被推向下行，并且出现结构破坏。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由最后一个出现的订单块是做市商等待的一个诱惑水平，因为这个区域对于聪明金钱交易者或散户来说，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它是通过不平衡的结构破坏键的走势。做市商知道这个事实，大多数聪明金钱交易者都关注这个水平，他们会通过空头进入市场，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忘记了该区域上方的流动性和还没被缓解的订单块区。正如您所看到的，这里的区域已经有了这条趋势线。当价格触及它时，大多数零售交易者和价格行为交易者将通过卖出进入市场。因此，这条趋势线在其顶部创造了良好的流动性。这个诱惑水平提供了很多合理的理由。聪明金钱和零售交易者会认为这个水平是卖出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区域。做市商已经知道这一点和了解交易零售交易者的设置和想法，他们总是准备陷阱来获得零售交易者进入市场并获取资金。所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认为这个区域是一个诱惑区，我们绝对不会在这进入市场。正如您所看到的，在这诱导区域表现出微小的反应后，价格迅速上涨，并缓解了还没缓解区域，也席卷了长期积累的流动性。这也席卷了最近在市场卖出的诱惑水平交易者。如您所看到的，价格最终走低并继续其主要方向走。所以，大家让我们看看另一种在市场可能经常发生的情况。你可以从左侧看到价格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多次尊重这个通道。在做出这个之后，看到价格达到更低点并缓解这边的订单块而改变方向向上，触及通道顶线。我们可以将此区域视为诱惑水平。大多数基于图表模式进行交易的零售交易者将在价格触及通道顶线时通过卖单进入市场。他们创建了这个流动性池，在这里设置止损。所以你们知道，做市商总是想要席卷市场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推动价格向上。正如你所看到的，出现市场惯性改变，也打破了上行通道，触及了散户的止损，并通过突破通道的趋势线，大多数散户获得了更多的动力，在这进了市场。所以这里的交易者被卖出和买入诱导进入市场。这种情况在市场上时常发生，这正是做市商想要的。再下来，一些交易者在这个回调时进场买进，并期望价格走高。所以您可以看到价格继续上涨，并且形成了这条临时趋势线。然后您可以看到价格发生了什么事情，推高，然后突然下跌，扫荡此处的流动性，这使得靠临时上升趋势进场买入的散户交易者止损，在缓解这种极端需求区域之后向上推。现在让我们看实际价格图表，并查看更多例子。我们有1小时时间框架的英镑日元，正如您所看到的，价格转向下行和出现市场惯性改变。价格再次收于近期低点和结构破坏，在这里结构破坏又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率确定市场是看跌的。接下来这里有相同的高点，向我们展示了那里的流动性，并且在这里已经有了这个由结构破坏产生的未缓解的订单块。我们预计价格将从该区域回撤并反转。事实上，我们预计价格会回升，并扫除在同等高点上方积累的流动性，并在触及未缓解的订单块后继续下跌。正如您所看到的，价格上涨并触及这区域，从该区域反转。尝试从该水平进行交易的交易者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他们很幸运，因为价格从该区域反转并推低。正如您所知，价格总是想要扫清流动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从该区域进行交易的人都已经忽略了由最近的同等高点创建的流动性区域。从这里进场空头的幸运交易者希望找到机会在这订单块中进入空头，但该水平是一个诱惑水平，因为根据聪明金钱的基础知识，该区域似乎是非常好做空的安全水平。因为首先，它是一个未被缓解的订单块。许多聪明金钱概念交易者不了解流动性和诱惑主题，并在该区域下卖单，这就是他们忽略了图表上的流动性区域。但正如你所看到的，在扫除零售交易者创建的趋势线流动性止损，并扫除诱惑水平的流动性之后，价格最终达到了这个完整的订单块，并扫除流动性之后，价格迅速反转上涨。如果您喜欢该视频，并希望我们每周继续制作更多视频，请订阅和按钮，并打开通知铃声，并在评论部分让我们知道您的意见。我们将尽力制作更多视频供您观看。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集再见。